你叫做苗语，你的爷爷乃是水晶洞天的太上长老，而水晶洞天乃是七阳山脉这一带本地宗门中最强的势力之一。楚风说完此话，看向了王莲，我说的没错吧？王莲听闻此话，王莲脸色大变，因为他猛然间想起楚风说的话，好像与他刚刚对宋哥说的话一模一样。难道说这个家伙听到了我与宋哥的暗中传音？想到这里，王莲顿时心中一紧，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这个叫做修罗的家伙似乎并不是一个废物，相反，他有着一定的本事，这本事还远在他之上。妈的，既然知道老子是谁，你还敢打老子？你是活腻了不成？你也不去打听打听，在七阳山脉这一带有谁敢打我苗语？苗语大吼道：“你去七阳山脉入口，把刚刚说的那句话再说一遍，你敢吗？”楚风问道。苗语被噎得脸色涨红，虽然他们水晶洞天在七阳山脉这一带的确是数一数二的势力，但却只限本土宗门，而那七阳山脉入口处那是什么地方？那里驻扎着来自轮回上界各地的强大势力，甚至轮回上界之外的势力也有。在那里，尊者境的强者多如牛毛，别说他苗语，就算他水晶洞天的掌教，到了那里也没有人会正眼瞧他一眼。到那里去问有谁敢打他，这话刚说出里就得立刻死在那，并且是谁杀的都不知道。哼，欺软怕硬的废物，难怪宋哥看不上你们。楚风这话可不仅仅是对这苗语说的，因为他说这话的同时，还特意看了一眼那躺在地上的罗志以及跪在不远处的众人。楚风这目光是何等羞辱！而众人面对楚风的羞辱，虽然愤怒，但却也不能说什么。毕竟楚风连苗公子都敢打，他们也害怕惹得楚风不高兴，也挨顿暴打。因为在他们眼中，楚风简直就是一个疯子。妈的，你小子少在这给我装蒜！你要是真的有种，你就在这里等着别走。苗公子指着楚风说道：“去叫人。”好，最好快一点，因为你爷爷我没那么多时间在这等你。楚风说道：“你给我等着。”那苗公子说话间，便带着水晶洞天的人离开了此处。快走，快走！而在苗公子走后，罗志等人更是赶忙从这雅间内跑了出去。唯有宋哥不仅没有向外走，反而是走到楚风身旁坐了下来。宋哥，快走吧，等一下水晶洞天的人来了，我们可就惨了。见宋哥居然不走，王莲赶忙上前劝道：“这件事因我而起，我不能一走了之。”宋哥说道：“可是你代表的是冲虚关啊，你不害怕那水晶洞天去找咱们冲虚关的麻烦可怎么办？”王莲说道。听得此话，宋哥则是将腰间冲虚关的令牌收了起来。现在我只代表我自己。宋哥说道：“真是不知道你中了什么邪，居然因为这种人连命都不要了。算了，随你便吧，我不管你了。”王莲甚是无奈，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楚风之后，便也转身离开了。那些人说是离开了，但是其实他们的一举一动，楚风都感应得清清楚楚。他们根本没有离开青竹茶馆，他们是躲在了另外一个雅间内，躲在暗处观察着楚风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是想看楚风出糗，尤其是罗志等人，他们对楚风恨之入骨，更是恨不得亲手将楚风碎尸万段，自然而然的不想错过楚风被水晶洞天之人教训的场面。至于苗公子，倒也是说话算话，他真的去找自己的爷爷为自己出头了，因为他知道他的爷爷现在何处。只是当他找到他爷爷的时候，却有些意外，因为不仅他的爷爷在，还有2个人也在，那便是他水晶洞天的掌教以及掌教大人的孙女杨深深。怎么了？苗语又在外面惹祸，被人欺负，来找你爷爷出头了。看到那半边脸都肿成猪头的苗语，杨深深冷嘲热讽，他非常看不起苗语，觉得苗语就是水晶洞天的败类。不过看在苗语爷爷的份上，他倒也没有刁难过苗语，只是每次看到苗语都会冷嘲热讽的挖苦一番。你这是怎么搞的？搞成这个样子，也不知道医治一下，你是嫌不够丢人？苗语的爷爷很是愤怒地问道。平日里这个孙子到处招惹是非，其实他也很头疼。虽说他是水晶洞天的太上长老，可是当初也是水晶洞天的掌教候选人之一。尽管后来他败给了当今掌教，沦落为了太上长老，可是当时他便觉得自己不行，一定要让自己的后辈超越掌教的后辈。他培养了几个儿子，但全都是不争气的货，到了孙子这一辈更是一个不如一个，尤其是这苗语更是废物到了极点。可是再看他的老对手，现如今的水晶洞天掌教，不仅儿子一辈培养的不错，到了孙子这一辈更是利奥的，尤其是杨深深，这可是少见的天才，年纪轻轻已是5仙境。再看看他的孙子，年龄比杨深深大上那么多，却勉勉强强才是一品天仙，并且他心里清楚，他孙子这一品天仙是花费了多大力气才换来的。看看意气风发的杨深深，再看看自己那脸被打成猪头的孙子，他更是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刻起身狠狠地踹那苗语一脚。爷爷，这次我真的没有惹事，我与好友在青竹茶馆饮茶，结果有人进来问我是不是水晶洞天的人，我说我是，结果二话不说跑他上来就打了我，然后还说过几日他会到水晶洞天之上亲手灭了咱们水晶洞天。苗语害怕自己的爷爷不帮他，只得撒谎，并且夸大其词，可是偏偏这种方法每次都很管用，什么人如此猖狂？听闻此话，杨深深的脸色也是变得难看起来。杨深深也是一个暴脾气，他虽然不像苗语那样惹是生非，但却容不得任何人侮辱他水晶洞天。不知道是谁，但是此人真的很猖狂，但是看样子他也不是云瑶洞天的人，不知道谁给他的底气，竟敢与我水晶洞天叫板。苗语说这话的时候一脸的委屈，苗语你此话当真？若敢骗我，可休怪我以宗规处置于你。此时水晶洞天的掌教也是开口问道：掌教大人，晚辈不敢欺骗于您。他真是这样说的。苗语说道：哼，真是好大的胆子，竟敢挑衅我水晶洞天。苗语，那人在何处？你带路
不用等他去我水晶洞天，我现在就去亲自会会他。水晶洞天的掌教起身说道：好好好，掌教大人，我这就为您引路。眼见着掌教大人竟要亲自出马，那苗羽更是内心欢喜，立马就为他们带路。因为在苗羽看来，能够请得水晶洞天的掌教为他撑腰，这日后传出去可是相当有面子。从此以后还有谁敢招惹他？苗羽虽说苗羽已经带着他的靠山们动身去找楚风了，可毕竟这途中也是花费了一些时间的，这可就让罗志那些等着看楚风倒霉的人有些着急了。怎么还不来啊？该不会不敢来了吧？有人小声嘀咕道。不可能，苗羽是什么人？他可是水晶洞天太上长老的孙子，怎么可能惧怕这样一个疯子？除非是他爷爷在闭关，或者是其他原因，但怕肯定是不会怕的。罗志说道。那按照罗志公子这样说，那个修罗不是死定了？忽然一道声音响起，竟是王莲。原来王莲也没有走，不仅没有走，还悄悄找到了罗志他们。哎呦，这不是王莲长老吗？你怎么没与宋哥一起陪着那个疯子？见到王莲，那罗志的朋友冷嘲热讽地问道。罗志公子，宋哥他愚蠢，我王莲可不会像他那么愚蠢。那修罗就是一个疯子，我岂会与那种人为伍？王莲说道。算你还有点眼力，懂得明辨是非。见王莲这样说，那罗志的朋友才满意的点了点头。快看，他们来了！忽然有人发现，自那大厅之中出现了水晶洞天的人，居然这等大人物都来了。这下那个叫修罗的疯子可真的是要惨了。看到大厅内的人后，罗志整个人变得极其兴奋。怎么了，罗志兄？那些人都是谁啊？见状，罗志身后的人问道。你们不认识吗？我来告诉你们，那位便是苗羽的爷爷，水晶洞天的太上长老。而那名女子乃是水晶洞天当代掌教的孙女，也是水晶洞天最强天才杨深深。罗志为众人介绍道。她便是杨深深吗？听闻杨深深可是5仙境的高手啊。当众人得知那便是杨深深之后，一个个的目光都是变得格外明亮起来。因为杨深深在他们七阳山脉这一带可是非常有名的天才。先别急着激动，你们仔细看看杨深深身后的老者，那位便是杨深深的爷爷，水晶洞天的掌教，一位4品尊者境的顶尖强者。罗志说道。居然连水晶洞天的掌教都来了，看来这次那个叫做修罗的家伙还真是死定了。此时那些人也是如同罗志一样，变得格外的兴奋。在他们看来，水晶洞天的太上长老已是顶尖的大人物，而水晶洞天的掌教那更是高高在上，甚至如同传说一般的存在。那个叫做修罗的家伙就算再有本事，可是面对这等存在也自然是要倒大霉的。旁人这样想，其实苗羽也是这样想的，所以苗羽气势汹汹的带着水晶洞天的掌教等人来到了楚风所在的雅间。当他看到楚风和宋哥居然还在，顿时欣喜万分。他本来还担心大张旗鼓的将水晶洞天的掌教请来后，楚风跑掉，没成想楚风居然没逃。小子，算你有种，但是你也需要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那苗羽对楚风说道。前辈。而就在此时，杨深深也走了进来。当他看到楚风之后，立马就愣在了那里。什么？前辈？然而当听到杨深深居然叫楚风前辈之后，莫说那苗羽如同石化一般愣在了那里。偷偷在暗处以特殊手段观察这一切的罗志以及王莲等人也都是目瞪口呆的愣住了。这是什么情况？堂堂水晶洞天掌教的亲孙女，水晶洞天的最强天才杨深深居然在称呼那个疯子为前辈，难道是他们听错了不成？修罗前辈，您怎么也在啊？就在众人不解之际，水晶洞天的掌教也是走了进来，看到楚风之后更是又惊又喜，他的神情竟然比杨深深还要激动。这是什么情况？这一刻莫说是苗羽、罗志、王莲等人，就连站在楚风的宋哥也是惊讶的合不拢嘴。尽管他早就知道楚风深不可测，是高手中的高手，但却没有想到楚风竟然如此厉害，居然连水晶洞天的掌教见到楚风都要叫上一声前辈。此时他终于明白，为何当日楚风得知那马亮乃是云瑶洞天的弟子后，会那样不放在眼里。原来楚风真的是强悍至此，这要巧，居然在这里遇到了你们。楚风说道。是啊，前辈，这实在是太巧了，我正在找前辈您呢，不成想在这里遇到了前辈。对了，前辈，您为何会在这里啊？水晶洞天的掌教问道。这个家伙叫我在这里等他，说他要叫他的爷爷来教训我。楚风指着身后那瑟瑟发抖的苗羽说道。不会，你就是他的爷爷吧？楚风对水晶洞天的掌教问道。混账东西！猛然间，水晶洞天的掌教大喝一声，随后指着苗羽怒声质问道。苗羽，你说的那个打了你的人就是修罗前辈不成？我……苗羽吓得结结巴巴，此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掌教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位到底是谁啊？事到如今，苗羽的爷爷也是意识到他的孙子可能是惹到了不该惹的人，是闯下大祸了。尽管他也知道他的孙子是个废物，是一个没用的败类，可是毕竟是他的孙子，所以他还是想替他的孙子辩解一下的。太上长老，这位便是我与爷爷遇到的那位修罗前辈，是这位前辈帮我们破开了那阵法，拿到了仙法。杨深深对苗羽的爷爷说道。竟然是这位！听到这里，就连苗羽的爷爷也是暗叫不好。在苗羽去找到他之前，水晶洞天的掌教就正在与他提起关于楚风的事情。从水晶洞天掌教的夸赞之中，他也是明白那位叫做修罗的前辈乃是一位高人，至少戒灵之术非常的利奥的，那样的高人拉拢还来不及，岂能去得罪？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偏偏被他这没用的孙子得罪了。此时他真的是愤怒到了极点，恨不得想活生生的将他那没用的孙子给抽死。只是他不能啊，因为他还是心疼苗羽，就算苗羽再没用再败类，他还是心疼苗羽。若不是他惯着苗羽，也不可能如此的嚣张跋扈，惹是生非了。原来
您便是修罗前辈。修罗前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会不会其中有些误会？苗羽的爷爷来到楚风近前问道，他的语气非常的和善，甚至有些低三下气。而看到自己一直以来所仰仗的爷爷，居然对楚风都是如此客气，那苗羽更是扑通一声瘫坐在了地上。他知道他完了，他今日算是完了。这么多年来，他嚣张跋扈，天不怕地不怕，就是因为有他的爷爷给他撑腰。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今日居然惹到了一个连他爷爷都为之惧怕的人。他明白，他今日绝对是踢在了一块铁板上面。那位便是你的孙子吧？楚风扫了一眼那瘫坐在地的苗羽，对，这个不成才的的确便是我的孙子，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惹到了前辈。前辈，你与我说，我一定好好惩戒他。苗羽的爷爷说道。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你的孙子将我的朋友前行拽到了他的雅间内，想要霸占我朋友的身子，我就替我朋友出了头，打了你孙子一巴掌，然后你孙子就扬言说你是他的爷爷，有你这个爷爷名号在，整个七阳山脉这一带就几乎没有人敢招惹于他。今日我招惹了他，就是犯了死罪，然后他就要我在这里等着他，说要去把你叫过来，好好教训我一番。话到此处，楚风笑眯眯地看向水镜洞天掌教，没想到的是，原来这个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的家伙，不仅有他的爷爷撑腰，居然连水镜洞天的掌教也为他撑腰。我修罗今日倒也算是长了见识了。听到此处，莫说是那苗羽面如死灰，就连苗羽的爷爷也是面如死灰。楚风这番话虽然也是还原了事实，可却将苗羽的恶行说得天理不容，甚至还给水镜洞天的掌教也扣上了为非作歹的恶名。既然都来了，就别站着了，来教训我吧。楚风对苗羽的爷爷以及水镜洞天的掌教说道。修罗前辈，误会，这是误会，这绝对不是您想的那样的。此时水镜洞天掌教也是慌了，他可不希望给楚风留下一个如此差的印象，所以赶忙解释，误会，真的是误会啊。而那苗羽的爷爷更是吓得冷汗连连，连说话都有不清晰了。不是这样吗？那是怎样的？你说一下。楚风问道。这个水晶洞天掌教也是不知该如何解释，一时之间陷入极其为难的地步。毕竟他们来此的确是来为苗羽撑腰的，只是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他们要对付的人竟然是楚风。瞧你教出来的好孙子，他得罪谁不好，居然得罪修罗前辈。修罗前辈可是我水晶洞天的大恩人，今日这件事，你说该怎么办？猛然间，水晶洞天的掌教爆发了，他指着苗羽的爷爷，怒声问道：掌教大人，我苗羽的爷爷也是不知该如何应答，这个家伙到底是何来头啊？而眼见着水晶洞天的太上长老以及水晶洞天的掌教都被楚风吓成了这个样子，那躲在暗处的罗志等人更是被吓得瑟瑟发抖。直到此时，他们才真正的认识到楚风竟然是一个如此利奥的人物。他们终于明白为何宋哥会那样黏着楚风了。搞了半天，不是宋哥瞎了眼，恰恰相反，宋哥正是因为知道这楚风如此利奥的，才会这样做的。宋哥简直比他们聪明太多了，愚蠢的不宋哥，愚蠢的是他们。该死的宋哥，枉我还拿你当朋友，你知道这个修罗是此等大人物，为何不早点告诉我？但此时王莲看向宋哥的目光却是充满了怨念，甚至是憎恨。其实他不仅憎恨宋哥，还恨自己。想一想，之前在自己家将楚风赶走也就算了，而刚刚他更是对楚风冷嘲热讽，甚至是辱骂楚风，绝对是彻底的将楚风给得罪了。他居然得罪了一个如此厉害的人物，想一想，他现在都后怕，怎么可能不怕？得罪了一个此等人物，他能够活着，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是啊，这真的是奇迹，他居然还能够活着。猛然间，他忽然回想起来楚风对他说的一句话：你要感谢你有一个好母亲。想到这里，王莲明白了，原来不是他命大，而是楚风看在他母亲的面子上，才放过了他一马。可是假如宋哥早一点告诉他，让他知道楚风是怎样一个人物，他就不会犯下如此愚蠢、如此致命的错误了，甚至有可能如宋哥一样与楚风搞好关系。那样一来，他日后的道路定将一帆风顺，扶摇直上，那将完全是两个结局，将完全走向两个不同的人生。可是就因为宋哥没有早点告诉他，便导致他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大错，所以他恨，不仅恨自己，更是恨透了宋哥，觉得都是宋哥害了他。怎么还是没有想好怎么处置这个人吗？你们水晶洞天都没有宗规的吗？若是不知如何处置，不如就由我修罗替你们处置吧。见水晶洞天掌教以及水晶洞天的太上长老竟迟迟不知如何处置那苗羽，楚风有些不悦说道：你这畜生，留你也是没用。猛然间，苗羽的爷爷眼中涌现出了一抹决意，随后他一只手将那跪在地上的苗羽给抓了起来，而另一只手便如剑刃一般，扑哧一声洞穿了那苗羽的丹田。苗羽的爷爷竟然亲手废了苗羽的修为。做出这个举动之后，苗羽的爷爷竟扑通一声跪在了楚风的面前。修罗前辈，我这孙子不争气，招惹了前辈您，我知道我废除他的修为，此等惩罚太过轻了一些，只是前辈他毕竟是我的孙子，还望前辈看在我的面子上，给他一条活路。我保证从今以后将他关在水晶洞天之内，再也不然给他出来祸害他人了。苗羽的爷爷对楚风施以跪拜大礼，随后竟对楚风磕头作揖，当真是为了他的孙子，连自己的老脸都不要了。他犯下的错不该由你承担，就这样吧。楚风挥了挥手，多谢前辈，多谢前辈。苗羽的爷爷感激不已，因为在他看来，苗羽能够保住一条命已经是非常不错了。本以为事已至此，这件事情会到此结束，可谁成想，就在此时，浩浩荡荡的又有一个人马走了进来。这对人马的出现几乎引起了整个青竹茶馆的注意。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看到这队人马出现之后，躲在暗处的罗志等人也是的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笑容。可是相比于罗志等人的幸灾乐祸，在看到这队人马之后，就连杨深深以及水镜洞天的掌教也是眉头微微皱起，因为这队人马可不是寻常人。如果说水镜洞天是这七阳山脉本土宗门中最强的势力之一，那么此时出现的这队人马便是当之无愧七阳山脉最强的势力，他们便是云瑶洞天的人。而倘若只是云瑶洞天的人出现，绝对不会让水镜洞天掌教眉头皱起。之所以会如此，那是因为不仅云瑶洞天的几位太上长老全部到场，居然连云瑶洞天的掌教云烈真人也是出现了。这云烈真人虽然与水镜洞天掌教一样都是4品尊者的修为，但是他们二人就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交过手，最终却是云烈真人获胜。也正因为那一场交锋，才会让云瑶洞天成为七阳山脉的最强势力，而水镜洞天从此只能屈居第二，并且从那以后，每当这云瑶洞天的掌教遇到水镜洞天的掌教，都会想尽办法的刁难一番，每次都让水镜洞天的掌教颜面尽失。而今日更是来者不善。哼，杨老头，我找你找的好苦，想不到在这里遇到了你。云瑶洞天的掌教说道。云掌教，不知你找我何事？水镜洞天的掌教问道。何事？我的弟子马亮失踪了，是不是你水镜洞天的人将他抓起来了？云瑶洞天的一位太上长老站出来说道。而听闻此话，宋哥则是心中一紧，就连脸色也是变得慌张起来。尽管他不认识云瑶洞天那位太上长老，但从其刚刚那段话，宋哥就已经知道对方是谁了，他自然就是马亮的师尊张涛。至于那马亮为何消失，宋哥可是清楚的，因为那马亮就是在1季之内与宋哥争夺秘籍，并且还想对宋哥做出不轨之事的人。现在那个马亮早就被楚风杀了呀！你在说什么？你弟子失踪了，关我水镜洞天什么事？可是相比于宋哥，水镜洞天的掌教却是并不知情。在他看来，这云瑶洞天就是来找麻烦，只是这借口也实在太荒唐了一点。而事实上，那张涛也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弟子已经死了，他当真是随便找了一个借口来找水镜洞天的麻烦而已。至于为何要找水镜洞天的麻烦，其实很简单，尽管云瑶洞天如今压了水镜洞天一头，可是终究水镜洞天掌教的修为还是与他们云瑶洞天一样，他们两个势力已是竞争多年的劲敌。天知道什么时候水镜洞天的掌教修为会超过他们云瑶洞天，所以云瑶洞天是水镜洞天位眼中钉，他们非常迫切的想要在自己的实力压制对方的时候将对方铲除掉。你水镜洞天一直以来都与我云瑶洞天作对，哪一次我云瑶洞天的人失踪，不是惨死于你水镜洞天的手里？那张涛冷声问道。你这话可不要乱说，我水镜洞天从来没有残害过你们云瑶洞天的人。水镜洞天的掌教说道。哼，有没有？你们心中有数。而云瑶洞天的人更是不依不饶，一时之间双方争吵不休。快了，每一次见面都是这样争个对错，等到争得脸红脖子粗，他们就会动手了。哈哈，太解气了，真是想不到赶上了这样一场大戏。水镜洞天居然与那修罗站在一起，甚至为了那修罗不惜废除自家太上长老亲孙子的修为。我倒是要看看这一次你们怎么办。面对云瑶洞天，你们还能怎么办？还有那个修罗，他不是水镜洞天的恩人吗？他不是很嚣张吗？我看他这次也要跟着水镜洞天一起倒霉。此时躲在暗处的罗志等人迫切的希望双方交手，并且还希望水镜洞天的人吃瘪。之所以如此，自然是因为水镜洞天的掌教敬重楚风，所以他对水镜洞天的人也是非常的不爽。行了，全都闭嘴吧。可就在这时，一道响亮的声音忽然在这里炸响开来。这道声音响起之后，所有人都是为之一愣，因为那个说话的人既不是水镜洞天的人，也不是云瑶洞天的人，说这个话的人乃是楚风。你是谁啊？云瑶洞天的张涛指着楚风问道。我是谁你别管，我问你一句，马亮是不是你弟子？楚风站起身来对张涛问道。马亮是我的弟子。怎么了？张涛很是不耐烦地问道。是你弟子就行了，你弟子偷袭于我，被我杀了。楚风说道。什么？楚风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吃了一惊。你哪来的狗东西，竟敢在我这里胡言乱语？张涛剑眉倒竖，冷声问道。因为在他看来，他的弟子马亮根本就没有死，他先前以马亮失踪为借口，不过是想找水镜洞天麻烦罢了。正因如此，他才觉得楚风是在胡言乱语。至于其他人就更不理解了，楚风是在做什么？难道说他是在挑衅云瑶洞天的太上长老吗？罗志等人完全想不通楚风为何要这样做。这是你弟子的东西吧？楚风说话间取出了一个乾坤袋，丢给了那张涛。原来楚风在毁掉马亮尸体的时候，也将马亮的乾坤袋收了起来。当时楚风只是不想浪费，再加上那些东西也不方便给宋哥，害怕宋哥用马亮的东西惹上麻烦，所以楚风便自己留下了。不成想却遇到了马亮的师尊，倒是有了其他用途，那就是让马亮的师尊知道他的弟子真的栽在了自己的手里。这的确是我弟子的东西，他怎么会在你这？快说，你将我的弟子怎么了？张涛确认之后，这的确是马亮的乾坤袋后，他的脸色也是变得紧张起来，因为他惊愕地发现，眼前这个家伙竟然不是在信口开河。这样一来，他的弟子很可能真的遭遇了不测。我说过了，你弟子被我杀了。楚风说道。你竟然真的杀了我的弟子！你这畜生，我要宰了你！得知自己的弟子竟然真的死了，那张涛勃然大怒，说话间便将其威压释放而出，要对楚风出手。可是下一刻，那张涛竟然惨叫一声，随后如死狗一般趴在了地上。怎么会这样？见此一幕，所有人都目露不解之色。不对，这威压……可是猛然间，人们又惊愕地发现，在这里竟然出现了一股极为强大的威压。那威压之强，
就连云瑶洞天以及水镜洞天的掌教都被压制，因为那威压乃是五品尊者的威压，与我动手，看来你这个师尊也不怎么样，有其徒必有其师，你弟子恶事做尽，你这师尊也有责任。既然如此，你就下去陪你的弟子吧。就在众人不解之际，楚风再度开口，随后只见其一掌轰出，砰的一声，那趴在地上的张涛便肉身碎裂，飞灰烟灭，临死之前连道惨叫都没有发出。此一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搞了半天，那五品尊者的威压乃是来自楚风。尽管水镜洞天的掌教以及杨深深早就知道楚风厉害，但是他们也只是觉得楚风戒灵之术的造诣厉害，却没有想到楚风的修为竟也如此强悍。而云瑶洞天的掌教更是面若呆鸡，他今日来此本来是想找水镜洞天麻烦的，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竟在此处遇到了这样一个煞星。你是云瑶洞天的掌教？此时楚风将目光投向了云瑶洞天的掌教，这个，而先前还气焰嚣张的云瑶洞天掌教，此刻却是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其实不是说不出来，而是不敢说。当他亲眼看到张涛被楚风一掌抹杀之后，他心里慌极了，他真的害怕楚风一言不合也把他一掌拍死。我问你话呢，你哑巴了不成？楚风冷声问道。对，在下的确是云瑶洞天的掌教，不过这位前辈，我当真不知道这张涛的弟子作恶多端，我倘若知道的话，早就将其处置了，根本不会让他碍您的眼啊！我在这里向您赔不是了。云瑶洞天的掌教吓得瑟瑟发抖，我刚刚见你，好像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楚风问道。听得此话，云瑶洞天掌教更是内心一紧，随后扑通一声，竟跪在了地上。大人，我是来找水镜洞天讨公道的，而不是来找大人您的麻烦啊。云瑶洞天掌教解释道。你们不是询问马亮下落，想要替马亮讨公道吗？那你现在知道了，那马亮被我杀了，这笔账你决定怎么算？楚风问道。大人误会啊，我们真的不知道马亮死了，不过是随便找了一个借口罢了，真的不是冲着大人您的。云瑶洞天掌教说道。随便找个借口？那你可知道水镜洞天的掌教乃是我的朋友？楚风问道。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云瑶洞天掌教紧张极了，堂堂掌教大人，在七阳山脉这一带纵横的大人物，此刻简直快被吓得尿了出来。没办法，不是他胆子小，而是他真的不想死，也非常清楚眼前的这一位是他惹不起的人。算了，我也不为难你，起来吧。楚风挥了挥手，多谢大人，多谢大人。云瑶洞天的掌教点头哈腰的，不断对楚风施以跪拜大礼之后，这才敢站起身来。起身之后，他不断擦拭着脸上的冷汗，甚至此时他的身体仍在不住的颤抖。他当真是被吓坏了。杨掌教，你真是不厚道啊！你若是早与我说有这样的大人为你撑腰，我云某人哪里还敢找你的麻烦？云瑶洞天的掌教说道。你这对于此话，水镜洞天掌教不知该如何回答。他也委屈啊，因为他首先不知道楚风如此厉害，况且他与楚风也不熟啊。再者说了，这种事情就算他与云瑶洞天的掌教说了，云瑶洞天的掌教会信吗？若不是今日云瑶洞天的掌教亲眼目睹了楚风的实力，他根本不会这个样子。云掌教，那你现在知道我与水镜洞天的关系，日后还会找水镜洞天的麻烦吗？楚风问道。不敢了，大人，就算借给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了。云瑶洞天掌教说道。听得此话，楚风笑了笑，旋即说道。云掌教，我问你一个问题吧，大人您请问。云瑶洞天掌教说道。你们云瑶洞天传承多久了？楚风问道。回大人，我云瑶洞天传承已有43800年整，这4万多年来，总共有15代掌教。云瑶洞天掌教答得非常的仔细。那你给我听好了，你从今以后最好给我规规矩矩的，莫说欺凌水镜洞天，任何势力任何人你都不许欺凌，否则我就让你云瑶洞天的传承断在你们这一代，听懂了吗？楚风冷声问道。听懂了。云瑶洞天掌教连连点头，刚刚擦拭掉的冷汗在此时再度冒了出来，甚至比先前还要多。因为楚风刚刚的那句话可不只是威胁，而是警告。楚风对他说那句话的时候，目光散发出的杀意，是他至今为止所看过最浓烈也是最恐怖的杀意。甚至在那一瞬间，他看到了他云瑶洞天满门被灭的情景，所以他知道楚风绝对不是开玩笑的。若是他敢再做坏事，眼前这个看似寻常的家伙真的会灭了他云瑶洞天。行了，滚吧。楚风说道。大人，那我便告辞了。云瑶洞天的掌教赶忙带着云瑶洞天的人离开，走的那叫一个快，只不过却很狼狈。而此时躲在暗处观察着这一切的罗志等人，皆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刚刚亲眼目睹了他们眼中的绝顶大人物被楚风吓得瑟瑟发抖，甚至跪地求饶。那一幕在他们心中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甚至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他们一直以来都以能成为云瑶洞天掌教，或者成为水镜洞天的掌教亲近之人为梦想。可是刚刚居然有一个比云瑶洞天掌教还要厉害的人物就在他们身旁，与他们与兄弟相称。但是他们不仅没有珍惜，却只想着要害对方。直到此时，他们才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愚蠢。修罗兄，你还在这里啊？刚刚好像发生了打斗，我很担心你，你没事吧？罗志从暗处的雅间内走了出来，一脸殷勤地向楚风走来，那个热情的模样就好像他是楚风多年的好友一般。他是想要亡羊补牢，想要趁机与楚风搞好关系。就算不能与楚风搞好关系，但是借着楚风好友的名头与水镜洞天的人搞好关系，那也绝对是大赚的。修罗兄，你没事吧？你怎么还在这里啊？见罗志走出来后，其他人也是纷纷学习罗志，一脸殷勤地跑过来与楚风相认。就连那个王莲也是恬不知耻地跑了出来。不过别看他们如此的殷勤，但楚风却是理都不理他们，就好像没有听见他们的呼唤一般。
不过那些人却是脸皮厚到了极致，哪怕楚风不理他们，他们却也仍旧对楚风嘘寒问暖。修罗前辈，你认识他们吗？眼见形势有些不对，杨深深开口问道。我认不认识他们？不如问问你们水晶洞天的这些弟子吧。楚风看向了那跪在不远处的几名水晶洞天的弟子，那几个人都是马亮的狗腿子。先前马亮掳走李初初的时候，他们全部都在场，所以之前发生的一幕，他们都是见证者。大人，我们这该怎么说啊？那些人在见识过楚风的手段后，在他们的眼中，楚风简直就像是一个活阎王，他们对楚风害怕到了极点，甚至比对他们的掌教大人都还要惧怕。当楚风的目光投向他们之后，他们还以为楚风要杀他们，当真是不知该如何回答楚风的话。之前发生了什么？你们看到了什么？如实说就行。楚风说道。修罗前辈问你们这些人到底是不是修罗前辈朋友，你们就如实回答，哪来那么多屁话？杨深深则是有些不耐烦的吼道。不是，他们不是，刚刚他们自己说的，先前马亮将修罗前辈的朋友抓了过来，修罗前辈和这些人是一起进来的，不是这个家伙先进来的。修罗前辈起初没有进来，其中一名弟子话到此处指向了罗志，你这罗志面色一变，暗叫不好，眼见大事不妙，罗志便想离开，可却被杨深深一把抓了回来。话没说清楚前，谁都别走。杨深深说完此话，则看向那名弟子说道，你继续说，他们是想带那个姑娘走的，可当他们发现我们是水晶洞天的弟子后，他们就害怕了，就开始向我们道歉。后来是修罗前辈站出来将那个姑娘救走了，并且还打了马亮。而在修罗前辈打了马亮之后，这些人就开始向我们跪地求饶，说他们与修罗前辈并不认识，其实就是害怕我们找他们麻烦，所以想要尽力撇清与修罗前辈的关系。事情就是这样的。那名弟子说道。原来是这样。听到这里，杨深深以及水晶洞天的掌教都明白了，他们并不是不认识楚风，只不过是一群狐朋狗友罢了。修罗前辈这种人留着也是祸害，你说该怎么处置？杨深深对楚风问道。王莲，你出去吧。楚风指着王莲说道。听得此话，王莲则是从罗志等人之中走了出去。至于罗志等人，一个个的吓得屁滚尿流，他们都知道接下来等待着他们的肯定没有什么好事。此时他们后悔极了，若是早知道会这个样子，他们根本就不会跑出来找楚风，而是应该继续躲在暗处。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就算躲在暗处，却也被楚风洞察得清清楚楚。你们这群祸害，别弄得一副自己很委屈的样子行吗？楚风对罗志等人说道。修罗兄弟，我们之间肯定有误会，绝对是误会啊！罗志等人此刻居然都哭了出来。误会？然而楚风却是冷笑一声，旋即说道，你给我喝的乃是毒茶，你当我不知道？没有这种事，哪里有什么毒茶？修罗兄弟，你喝的明明是神茶啊！罗志辩解道。神茶？那不过是我用结界之术转变之后的罢了，你以为还真是你那茶水的功效？楚风冷然一笑，随后又说道，对我下毒的事我都可以既往不咎，但是你们计划用星号迷倒宋哥，然后借机行不轨之事，这便绝对不能饶过你们。听闻此话，宋哥顿时一惊，而罗志等人更是大惊，他们这些话明明是暗中传音，楚风怎么会知道呢？对啊，既然是暗中传音，楚风不可能知道，所以只要死不承认就可以了。于是罗志等人当真就开始死不承认，而对于狡辩的罗志等人，楚风却是摇了摇头，你们承不承认都无所谓，跟你们这种人，我楚风是不会讲道理的。说完此话，楚风看向了杨深深，说道，杨掌教，这群败类就交给你们水晶洞天处理了，不过不用杀，留他们一条活路就行。修罗前辈放心，我定然会处理妥当。水晶洞天掌教与楚风说完此话，又转身看向了水晶洞天的人，将这些人的修为全部废了，然后带回水晶洞天，送入刑罚大堂关押一辈子，同时向他们各自势力发出信函，告诉他们的人，在我水晶洞天，他们弟子为非作歹，他们不好好管理，我水晶洞天便替他们代劳了。水晶洞天掌教这话说得非常凶狠，这让罗志等人明白他们的下场将是多么的凄惨。于是乎，他们开始跪地求饶，祈求楚风原谅他，给他们一次机会。然而楚风却是根本没有理会他们，对于他们的求饶视若无睹。随后楚风与水晶洞天掌教挥了挥手，便带着宋哥离开了。本来水晶洞天掌教还想邀请楚风去做客，但是却拒绝了。而楚风今日的所作所为，更是让他们知道楚风是一个真正的世外高人，所以楚风不想去，他们自然也不敢过多纠缠。实际上今日对他们来说，楚风已经帮了他们大忙。楚风可不只是杀了一个云瑶洞天的掌教那么简单，更是灭了云瑶洞天的锐气。从今以后，在这七阳山脉的本土宗门之中，怕是没有人敢与他水晶洞天为敌了。他水晶洞天将坐稳本土宗门第一的宝座。本来楚风是想带着宋哥直接离开的，可刚走没多远，一道身影便忽然窜到楚风身前，且跪在了楚风面前。那是王莲。此时的王莲哭成了一个泪人，见到楚风后便开始磕头作揖，他脸色苍白的就像是半个死人，但那不是哭的，而是被吓的。多谢大人不杀之恩，多谢大人不杀之恩。王莲一边磕头作揖，一边重复着这句话。想必他是见到了罗志等人的下场，所以才感觉自己捡回了一条命。而这多亏楚风网开一面，谢就不必了。我还是那句话，你应该感谢你有一个好母亲，好好孝顺你的母亲，你能有今日都是托了她的福。楚风说完此话，便与宋哥直接走开了。楚风都没有将这王莲搀扶起来，因为楚风知道这王莲太假了。刚刚王莲和罗志等人躲在暗处，等着看楚风倒霉时那幸灾乐祸的样子，楚风都是知道的。说实话，若不是看在他母亲的面子上，此时的王莲就与罗志等人一个下场。修罗路上，宋哥忽然对楚风说道：“怎么了？”楚风问道：“没事，我就是叫你，
宋哥摇了摇头，但是小脸之上却笑得跟花儿一样，简直就像是做梦一样。忽然，宋哥枕着小脑袋，又仰着小脸，就连步伐都是变得有些调皮。你这丫头抽什么风？楚风问道。我高兴啊，早就知道你厉害了，但真没想到你厉害到了这种地步。看看水晶洞天长教他们都恭恭敬敬的叫你前辈，我却能直呼你姓名。我真的觉得我比水晶洞天长教他们那些大人物还要牛。宋哥很是得意的说道。你以后会比他们全都牛的。楚风说道。你可别安慰我了，我自己几斤几两我心里清楚。宋哥说道。我说的是真的。楚风这句话说的很是确定，毕竟宋哥是唐老怪的女儿，而如今宋哥的天赋也已经充分说明了他继承了唐老怪的天赋。算了，你真的别安慰我，我虽然不成才，但能认识你我已经很知足了。不过修罗，你住在哪里啊？可以留个地址吗？宋哥问道。我不是这里的人，到这里也只是路过，要不了多久就会离开，所以你不必找我。若是有机会的话，我会来看你。楚风说道。也好，不过修罗，非常抱歉，我还有些事情，可能要先走了。宋哥说这话的时候满脸的不舍。没事，你有事就去忙吧。对了，2日之后你有时间吗？楚风问道。有。宋哥立刻应道。那么2日之后你到你们冲虚关的改命中那里等我，我有事找你。楚风说道。改命中？为何非要到改命中那里？其他地方不行吗？宋哥问道。怎么了？你不愿意去改命中那里？楚风问道。尽管宋哥并没有刻意的表现出来，但楚风却从宋哥的第一反应中发现，宋哥似乎并不想去改命中那里。没有，你要去冲虚关找我吗？那可真是太好了。好，那就2日之后改命中那里不见不散。宋哥说道。随后宋哥便离开了。楚风并没有与宋哥同行，而是在暗中跟着宋哥。楚风没想到的是，宋哥原本高高兴兴的，可是当楚风与他分开之后，宋哥却开始变得愁眉不展，在他的脸上布满了忧伤，而那忧伤并不是因为与楚风分别，而是因为其他的事情，并且宋哥也没有回到冲虚关，而是回到了秋落村，他是回到了家中。此时楚风全都明白了，原来宋哥已经知道他的母亲身患绝症，时日不多，他是想抽出一些时间，尽量多陪陪他的母亲。就连他之前再去城中，也是去买了一些他母亲喜欢的东西。而宋哥陪他母亲那一幕，其实也被唐老怪看得清清楚楚。楚风也是来到了铁匠铺，找到了唐老怪。此时唐老怪似是回光返照一般，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竟是格外的好。就连他观察宋哥母女2个，也是面带笑容，就好像他也站在那里，正在与宋哥母女团聚一般。前辈，你何必要再等2天？为何不就在此时去相认？你们一家人难道不是早点团聚更好吗？楚风觉得，既然唐老怪和宋哥母亲时日都不多了，倒不如早点团聚，尽量弥补一下遗憾。反正2日时间很快就到了。唐老怪笑了笑，旋即看向楚风，竟是满眼的欣赏。前辈为何这样看着我？只是对于唐老怪这样的目光，楚风却感觉浑身不自在。你知道我当日为何对你下诅咒吗？唐老怪问道。难道前辈不是警告晚辈？楚风问道。当然不是，我那诅咒有着一些测试的效果，你中我的诅咒之后，陷入了半昏迷状态，在那期间我对你做了一些测试，测试之后我发现你这小子的人品真的不错。唐老怪说道。难怪我昏迷的时候感觉有人在对我说话，而奇怪的是我居然与其对话，并且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也听不清那位说什么。搞了半天那位与我说话的人就是前辈您啊。此时楚风恍然大悟，哈哈，自然便是我。唐老怪也是哈哈大笑起来。楚风，你觉得我女儿不错吧？唐老怪又问道。不错呀，楚风说道。那你娶了她可好？唐老怪问道。哇，前辈这不妥吧？楚风说道。怎么，你看不上我女儿？你觉得我女儿配不上你？唐老怪问道。前辈，晚辈没有这个意思，宋哥很好，也很优秀，我只是拿宋哥当朋友，并没有那种情感。楚风说道。情感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吗？唐老怪说道。前辈，有些情感第一次见面就一定注定会不会有了，很难培养。楚风说道。你若是娶我女儿，我就将你想知道的诅咒之术传承给你，你相信我，不管你朋友是中了什么样的诅咒，只要你精通我的诅咒之术，我都可以破解。你也看出来了，我坚持不住了，我不能亲自去为你那朋友解除诅咒之术，并且我也没有传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自己修炼我的诅咒之术，你自己去治愈你的朋友。唐老怪对楚风说道。前辈，但是这种事情无法勉强。楚风说道。你不同意，那你就滚吧，滚得远远的，临死之前我就将诅咒之术毁了，你别想着等我死了就能得到我的诅咒之术。这唐老怪变脸比翻书还快。前辈，我虽然不能娶宋哥，但是我可以认宋哥做姐姐。楚风说道。认你奶奶个球，给老子滚！那唐老怪被气得脸色发紫，随后大袖一挥，威压释放而出，他竟然用他的威压硬生生的将楚风推了出去。此时楚风坐在铁匠铺的门外，满脸都是愁容，他费了这么大力气，说白了就是想让唐老怪帮忙为白丽洛解毒。但楚风对宋哥当真没有男女之前的情感，他更不可能为利奥得到诅咒之术就娶了宋哥，那样等于是害了宋哥，也害了自己。可唐老怪的性格搞不好真的会毁掉诅咒之术，这让楚风非常的为难，只能希望唐老怪没那么固执，别将诅咒之术毁了，而是将诅咒之术传承给宋哥。楚风显得非常无奈，听天由命这种事情是楚风最不愿意做的，但是现在他却没了其他选择，所以楚风只能等待2日之后，唐老怪与宋哥相认。2日之后，楚风提前来到了冲虚关内。这改命中如此出名吗？然而当楚风来到那改命中所在的位置之后，却是略微的有些诧异，因为改命中所在的广场竟是人满为患，就好像整个冲虚关的所有长老和弟子
都来到了此处一样。而在改命钟前，则是站着一名女子。这名女子长得有着几分姿色，只是她的面容有些刁钻，不是楚风喜欢的类型。这名女子也是冲虚关的长老，年龄与宋哥相反，就连修为也是相反。她乃是一品天仙境。她此时站在改命钟前，似是在等待着什么，但却气势极强，就好像她是这冲虚关的女王一般。而从周围的议论声中，楚风也是得知此女名为左营。这左营与宋哥一样，因为面容姣好且天赋异禀，乃是冲虚关内的风云人物。同时，她也是宋哥的竞争对手。最近，她一直在与宋哥竞争冲虚关外门首席长老的位子。本来二者在修武方面以及能力方面都是难分伯仲，冲虚关也是难做取舍，无奈之下只能考虑其他方面，那便是人缘。虽说二人在其他方面的确是难分伯仲，可是若论人缘的话，宋哥可就好了太多。尽管宋哥在冲虚关内也是一位冰山美人，可是他却乐于助人，有什么事情他都愿意帮忙，所以大家都更加喜欢宋哥。可谁成想，就在大局已定的关键时刻，这左营的父亲却是忽然找到了冲虚关。原来左营他的父亲乃是一位武仙境的修武者，并且还拥有3品武仙的修为。最重要的是，他的父亲无门无派，愿意加入冲虚关，成为冲虚关的挂名长老。但是他的父亲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的女儿必须做冲虚关的首席外门长老。要知道，冲虚关的掌教也不过是一位4品武仙境的修武者而已。如今有一位3品武仙的修武者愿意加入他冲虚关，那对冲虚关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所以当左营的父亲提出这个条件之后，冲虚关毫不犹豫的便将外门首席长老的位置交给了左营，甚至今日更是在这里正式任命左营为外门首席长老，并且任命为左营的人不是别人，乃是左营的父亲。这也是为何今日这里会聚集这么多人的原因，其实是冲虚关给左营的父亲面子，特意命人来这里的。而得知事情经过之后，楚风似乎明白为何宋哥听闻要在今日与此处见面后有些不太情愿。原来今日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事情发生，但同时楚风也明白为何唐老怪非要在这里与宋哥相认，并且是在这个时间与宋哥相认，定然是唐老怪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想替宋哥出头。快看，那不是宋哥吗？忽然人群中引起了一阵骚乱，原来是宋哥出现了，他居然来了，我还以为他不会来呢。宋哥长老心理承受能力够强的，如果换作是我一定不会来，实在是太憋屈了。没办法呀，谁让人家左营长老有个好爹呢？当宋哥出现之后，人群之中议论纷纷，有人同情宋哥，也有人嘲讽宋哥，总之各种话语响彻不断。尤其是宋哥，可能是害怕楚风找不到他，还特意站在了一个明显的位置，哪怕流言蜚语如暴雨一般不断映入他的耳帘，但是宋哥却也是不为所动，选择硬生生的抗下了这一切。虽然宋哥不受外界干扰，但是宋哥所站的位置实在太过显眼了，这便引起了那左营的不爽。宋哥长老真是好气派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今日的主角是你宋哥长老呢。左营以讽刺的口吻对宋哥说道：左营长老恭喜了。然而宋哥却并没有反驳不左营，反而是对左营笑了笑。面对这样的宋哥，左营就感觉自己狠狠的一拳打出去，却打在了棉花上一样，别提多难受了。但是宋哥都这样说了，他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只能硬生生的将心中的不爽给咽了下去，心中暗道：以后我就是外门首席长老，而你宋哥只是外门的长老，在我的手底下做事，你就别想有好果子吃。之前的账我慢慢与你算。当左营想到这里，那不爽的心情才总算好转了不少。左营长老，你怎么来的这么早啊？时间还没到呢。忽然一道声音响起，紧接着一队人马也是从天而降，落到了这广场之上。见到这些人，在场的所有人都是肃然起敬，因为这群人乃是冲虚关的高层，尤其先前说话的那位更是冲虚关的最强者，乃是冲虚关的掌教。按理来说，以冲虚关掌教的身份面对外门长老，他根本无需打招呼。可是此时冲虚关的掌教不仅对左营打招呼，并且态度还非常的和善，而冲虚关的人都知道，他们的掌教平日里可不是一个如此和善的人。之所以如此，大家其实也都明白，还不是因为左营的父亲回掌教大人如此大事，左营不敢怠慢，所以便早早的来了。左营抱拳说道：好，我们果然没有看错人，我冲虚关能得左营长老这样的人才，乃是我冲虚关的福气啊。冲虚关的掌教说道：诸位久等了。而就在此时，一道响亮的声音忽然从天际炸响，紧接着一道身影飞落而下，落入了广场之中。这位正是左营的父亲左长老，并未久等，其实时辰还未到呢。若非要细论，其实你是来早了，不过无妨，既然来了，那就提前开始吧。冲虚关的掌教笑着说道：掌教，我好像还没有答应做你冲虚关的挂名长老吧，所以任命左营为外门首席长老的事情轮不到我这个外人，应该你们自己来做呀。左营的父亲说道。可是他此话一出，冲虚关的掌教以及长老们脸色就有些不太对劲了。左长老，你这是何话呀？不是你说要加入我冲虚关的吗？况且我冲虚关的长老令牌我也已经亲手交给你了呀。冲虚关掌教很是不解地问道。若是收下令牌便等于答应的话，那么这令牌我还给你。左营的父亲手臂一扬，一道令牌便丢向了冲虚关掌教，而那令牌正是冲虚关的长老令牌。你这……此时冲虚关掌教则是一脸不知所措，同时也有些下不来台。今日明明是一件喜事，怎么就弄成了这个样子？换做平时他早就动怒了，可是他们冲虚关现在的确需要左营父亲这样的战力，所以他选择忍了下来。但事情必须要解决，只是他也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无奈之下，冲虚关掌教竟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左营。父亲，
您这是做什么呀？此时左营也有些不高兴了，因为就连他也不知道他父亲为何要这样做。他父亲这样做会让他以后在冲虚关内很难做。左营，你父亲我不会在一个欺凌你的宗门担任长老。左营的父亲说道。欺凌？左长老，你这是什么话啊？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冲虚关内从来都没有人欺凌过左营啊。冲虚关掌教说道。没有。哼，你们就要如此偏袒这个女子吗？左营父亲一阵冷笑，随后竟将手指向了宋哥。此时莫说旁人一脸的不解，就连宋哥自己也是一脸的不解。这个女子与我女儿同为冲虚关的长老，我女儿对她关爱有加，把她当成好友，可她却是多次暗算我的女儿，背地里用尽了卑鄙手段。我女儿遭受如此欺凌，你们居然当作不知道，居然还问我是不是有误会。左营的父亲指着宋哥，对冲虚关掌教质问道。前辈，我何时做过欺凌您女儿的事？您这都是从哪里听来的？宋哥也是对左营的父亲质问道。你闭嘴，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然而那左营的父亲却是怒吼一声，强大的威压更是将宋哥推得连连倒退，随后更是扑通一声摔倒在地。见此一幕，站在人群中的楚风顿时双拳紧握，可是楚风却并没有站出来。楚风知道还不是时候，至少今日不是他替宋哥出头的日子。在将宋哥推倒之后，左营的父亲又将目光投向冲虚关掌教。我就问你，这样的事情你们到底管不管？听到这里，冲虚关掌教明白了，不仅是他明白了，在场的许多人也都明白了，这左营的父亲就是在提条件的。他其实可以做冲虚关的太上长老，但是他却有一个条件，而他的条件就是要对付宋哥。所有人都知道宋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宋哥虽然平日里冷漠，但若真是有需要他的地方，他都会出现，有什么忙他都会帮。其他不论，只论长老的身份，宋哥在冲虚关人的眼中乃是一个绝对的好长老。也正因为许多人都了解宋哥的为人，所以此时的许多人也都知道左营的父亲在无中生有，可是偏偏却没有人敢去揭穿他。毕竟相比于宋哥，左营的父亲分量实在重了太多太多。左长老，这的确是我们冲虚关的疏忽，你说该如何处置此人？冲虚关掌教问道。处置？听得这二字，宋哥顿时愣在了原地，在他的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冲虚关的长老居然要处置他，可是他明明没有犯错啊！掌教大人，我宋哥10岁就加入了冲虚关，成为了冲虚关的弟子，这么多年来，我对冲虚关忠心耿耿，何时做过错事？今日您只听信一个外人的话语，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要处置我吗？我可是冲虚关的长老，难道您不应该保护我吗？他冤枉我，您不替我说话也就算了，居然还要处置我！宋哥问这话的时候，双眼含泪，委屈，他实在是太委屈了，但是他并没有哭出来，他还在忍，他毕竟是长老，他还在以身作则，所以他必须表现得足够坚强。看星浩就是如此，明明恶事做尽，却还弄得他多委屈一样。不过终归是一介女子，也不用太难为她，但我觉得这样的人不配做冲虚关的长老。左营的父亲说道。听到这里，冲虚关的长老闭上了眼睛，片刻后他才睁开眼睛，对左营的父亲问道。左长老，是否只要处置了此人，你就愿意加入我冲虚关？若掌教大人能够明辨是非，我左某人愿终身为冲虚关效力。那左营说此话的时候，竟然对着冲虚关掌教施以一礼，就连态度也从不客气，变得恭敬起来。男人啊，把这宋哥的令牌收回，将他驱逐出我冲虚关。冲虚关掌教高声说道。在利益面前，他非常果断的选择放弃宋哥，并且他此话一出，便立刻有人来到宋哥身前，开始强行收回宋哥的令牌。